美国准备对台岛展开新一轮的军售，涉及到的武器种类和型号着实不少，号称能全面加强台军三军实力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美国刚刚通过了一个叫做《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》的文件，在这份文件中，美国公然承认台岛在国际上的身份地位，并表示如果大陆敢收台的话，将会承受严重的后果，并且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台湾，还提供了一笔价值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这批军事援助将会在未来的4年内陆续到达台岛，成为台当局以武拒统的底牌之一。虽说这份法案中并没有具体提出要给出台岛哪些武器，但是从类别来看，台海陆空三军都有涉及，将台军武装到了牙齿。在这些装备中，最主要的就是导弹系统。在环岛军演中，解放军已经展示了自己的远程导弹打击能力，数十枚导弹无一脱靶，全部命中了台岛周边的划定区域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到了有必要的时候，这些导弹完全能够瞄准台岛进行精确打击。在军演中，解放军的空军也给了台岛很大的压力，歼16、歼11等先进战机就已经让台岛顶不住了，结果还有歼20这种全球顶尖的隐身战机出动，并且台军花费了10几亿美元买的雷达，还没有察觉到歼20的存在。这代表着一旦在战时歼20进行打击的话，岛上的人对这款战机完全没有任何应对的方法。在环岛军演中，我军还首次动用了191火箭炮进行实弹远火射击。这类型火炮数量充足的同时，性能也足够强大，别说几十公里了，就是上百公里的导弹也有。所以美军准备给台军提供的第一种帮助，就是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，从而应对来自大陆先进战机和导弹的威胁。第二种就是远程精确打击火力了，而美军提供这些远程打击导弹，就是让台军主动进攻，因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第三种就是反舰导弹、巡航导弹了。在这之前的对台军售中，美国就打算提供给台当局60枚价值3.55亿美元的反舰导弹，用于空中格斗的价值8500万美元的响尾蛇导弹。这类型导弹可对解放军的军舰、军机造成有效的杀伤，特别是鱼叉反舰导弹，在乌克兰战场上也有着不错的表现，击沉了俄军好几艘军舰。第四种则是反装甲和无人机系统了。在乌克兰战场上，装甲车和无人机有着很亮眼的表现。俄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前期在面对美军支援的反坦克武器时，受到了很大的损伤，直到后来找到应对方法了，才降低了战损。并且这种反坦克武器一般体型较小，单兵就能携带，便于操作。而无人机系统更不用多说，现在连俄罗斯都开始用上了来自伊朗的无人机。在乌克兰战场上，乌军凭借着无人机体型小、成本低的特点，对俄军发起了多次成功的袭击。最著名的事件就要数黑海舰队司令部被无人机袭击了。而获得了这些无人机的台军将会对周边情况进行监视，并且面对来自大陆的无人机来袭，也有了应对的方法。前段时间，大陆无人机可是把金门岛上的台军累得够呛。有了美国提供的无人机后，台军无论是进行对等回应还是怎么，都方便了许多。第五种则是海上资产了。面对海军实力远超台军的大陆，美国也没想着用什么军舰去搞正面对抗，而是玩起了类似乌克兰的水雷战，通过大量的布雷舰部署水雷，从而阻挡解放军的行动。不过这招属于杀敌1000自损800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动用这招，因为水雷这种不长眼的无制导武器很可能会伤及自己。从美军支援的武器类型来看，的确算是把台军武装到了牙齿。对付空军和远程火力有防空导弹拦截，对付军舰有水雷拦截，对付登陆部队还有反装甲武器和无人机拦截，在对射的时候还有远程火力。但是还有一个重点需要注意了，这笔支援的金额只有45亿美元，而45亿美元能买多少美国的东西呢？
虎妞给大伙儿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台军手里那个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歼20踪迹的铺路爪雷达，花费了将近14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美国说的45亿美元只能买3个这种没用的雷达。武装到牙齿是没有错，但能够享受这个武装的人也就那么几个，剩下的人依旧是没有任何的武器和装备，只能看着别人使用这些美军提供的装备，在一旁打酱油。